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之前做过一期马斯克诉奥特曼的深度分析，当时庭审仍在进行，前女友上台作证，私人日记被当庭朗读。马斯克承认 SAI 蒸馏了 OpenAI 的模型，所有人都在等最终结果。结果出来了，陪审团只用了不到2个小时，9名陪审员一致裁定马斯克起诉太晚了，法官当场采纳，全部驳回。3周的庭审，上百页的文件，几十个小时的证词，马斯克、奥特曼、布洛克曼、纳德拉、穆拉提全部亲自出庭。马斯克的律师费估计超过5000万美元，2个小时就结束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先说最关键的一点，陪审团没有裁定马斯克的指控是对是错，他们裁定的是马斯克超过了诉讼时效。美国加州的慈善信托违约诉讼时效是3年。马斯克2018年离开 OpenAI 董事会， OpenAI 在2019年成立了盈利性子公司。马斯克声称的所有违约行为，从非盈利变盈利，从开源变闭源，从服务公众变服务投资人，全部发生在2019年或更早，但他直到2024年才起诉，中间隔了5年。OpenAI 的律师 Sarah Eddy 在结案陈词里说了一段很有力的话，他说，马斯克的捐款没有附带任何条件，他没有资格来执行一个他自己声称存在但从来没有写在纸上的慈善信托。陪审团显然同意了这个逻辑。更戏剧化的是判决出来的方式，法官当时正在主持一个听证会，讨论如果马斯克赢了应该怎么执行赔偿。上午8点半，陪审团开始闭门讨论。10点23分，法庭书记员递给法官一张纸条，法官宣布我们有了判决。不到2个小时，对一个索赔1340亿到1800亿美元的案件来说，这个速度快到令人震惊。律师 Andrew Stoltman 的评价很直接，他说，马斯克请了顶级律师团队，在诉讼时效这种基础问题上输掉，这是极其尴尬的。他说，反过来，这对奥特曼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他跟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正面对决，赢了。马斯克输了之后做了什么？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X 上发了一条帖子，他说，这只是一个日历上的技术问题。他说，那个可怕的激进派 Oakland 的法官只是把陪审团当成了一块遮羞布。他说，这等于给了所有人一张免费的许可证，只要你偷慈善机构偷得够安静，过几年就没人能告你了。他说要上诉。马斯克的律师 Toberoff 在法院外面的表态更加克制。他说，我们尊重陪审团的决定，但我们坚信这个案件涉及的原则问题比诉讼时效更重要。一个慈善机构被转化为盈利性公司，创始人从中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财富，这种事情不应该因为一个日历上的问题就被一笔勾销。但法律专家普遍认为上诉的胜算很低，诉讼时效是事实认定问题，上诉法院通常会尊重初审陪审团的事实认定，除非马斯克能证明法官在程序上犯了错误，否则翻盘的可能性很小。这里有一个法律上的关键细节，马斯克的律师在庭审中试图论证持续性违约的概念，也就是说，违约行为一直在发生，所以诉讼时效应该从最近一次违约开始算。但陪审团不买账，他们认为马斯克早在2019年就已经知道了 OpenAI 的盈利性改制，3年的时效从那时候就开始跑了。他等到2024年才起诉，晚了至少2年。OpenAI 的首席律师 Bill Savitt 在法院门外对记者说，马斯克的诉讼是一场虚伪的企图，目的是破坏一个竞争对手，掩盖他自己长期以来对 OpenAI 的错误判断。微软也发了声明，他们说，事实和时间线一直很清楚，我们欢迎陪审团的决定。
奥特曼本人在近期上庭作证的时候说的什么？他承认自己的财富从接近零变成了数百亿。他解释说，盈利性改制是唯一能让 OpenAI 跟谷歌 DeepMind 竞争的方式。训练大模型需要几十亿美元，非盈利结构融不到这么多钱。奥特曼在证人席上的表现非常沉着。华盛顿邮报的庭审记者说，他用清晰的逻辑和大量的数据回应了马斯克律师的每一个质疑。他承认 OpenAI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坚持说每一步都是为了让公司活下来并完成使命。奥特曼还说了一段关于马斯克动机的话。他说，马斯克在2017年提出过把 OpenAI 并入特斯拉的方案，条件是他自己做掌门人。被拒绝之后，他离开了。2023年，他创办了 xAI， 一家纯盈利性的人工智能公司，直接跟 OpenAI 竞争。然后他起诉 OpenAI 说盈利性是不对的。马斯克自己在证人席上的表现也值得说一下。他被问到 xAI 蒸馏 OpenAI 模型的事情时，承认了。他被问到是否想当 OpenAI 的掌门人时，他说他当时觉得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被问到是否后悔离开 OpenAI 时，他说后悔，但他坚持说后悔的不是离开这个决定本身，而是没有在离开之前阻止盈利性改制。这个矛盾在法庭上被反复提起，法官本人也暗示过，马斯克一边说非盈利结构很重要，一边自己开了一家跟 OpenAI 一模一样的盈利性公司。纳德拉也出庭作证了，他描述了微软跟 OpenAI 的合作是怎么从20亿美元追加到130亿的。他说，微软的投资不是慈善，是商业决策。OpenAI 需要钱来训练模型，微软需要人工智能技术来竞争，双方各取所需。纳德拉在证人席上表现得非常职业，他避免了任何情绪化的表述，只谈事实和商业逻辑。他说，微软评估过 OpenAI 的非盈利结构能否支撑它所需要的投资规模，结论是不能。如果 OpenAI 不改制，它会被谷歌 DeepMind 碾压，然后死掉。庭审中还有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Brockman 被问到他承诺捐给 OpenAI 非盈利机构的10万美元有没有到账，他承认没有。但他在 OpenAI 盈利性公司里的股份现在价值300亿美元，从10万美元的空头承诺到30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这个对比在法庭上引发了一阵低语。庭审文件里还曝光了扎克伯格跟奥特曼的私人短信，扎克伯格在短信里讨论过人工智能开源策略。这些短信被马斯克的律师用来证明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在闭门合谋，但法官没有允许马斯克的律师深入追问这条线索，因为扎克伯格不是本案的被告。马斯克的律师 Mark Toberoff 在法院外说，这个案件的核心是保护慈善机构不被掏空，如果他们这么做能逃脱惩罚，那就没有人能阻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这个观点有道理吗？有。OpenAI 确实从一个非盈利实验室变成了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确实从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这个转变是否合法是一回事，是否合乎道德是另一回事。陪审团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留给每个人自己判断。有一个数据值得所有人思考，马斯克当年捐给 OpenAI 大约3800万美元，奥特曼和 Brockman 现在手里的 OpenAI 股份加在一起价值超过500亿美元，从3800万到500亿，1300倍。这中间的增值到底应该属于创始人还是属于慈善机构？法律说属于创始人，你呢？这个判决对市场意味着什么？第一， OpenAI 的上市障碍被清除了，这是悬在 OpenAI 头上最大的法律风险，现在没有了。OpenAI 预计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以接近1万亿美元的估值上市，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科技公司上市之一。第二，马斯克的 xAI 不受影响， xAI 已经跟 SpaceX 合并，计划6月上市，目标估值17500亿。
马斯克可能会在上诉的同时推进上市，两家公司可能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同时登陆资本市场。这是人工智能行业有史以来最戏剧化的场景。两个正在法庭上互相撕的人，同一个季度各自带着自己的万亿美元公司上市，投资者在同一张清单上看到 OpenAI 和 xAI 的名字，然后决定把钱投给谁。第三，人工智能行业的权力格局不会改变。如果马斯克赢了， OpenAI 可能被迫拆分，奥特曼可能被赶走，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可能被退回，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会被彻底改写。现在这些都不会发生了。OpenAI 继续做 OpenAI， 微软继续做合作伙伴，奥特曼继续做掌门人。这个判决实际上加固了硅谷目前的权力格局。OpenAI、谷歌 DeepMind、Anthropic 和 xAI 这4家公司控制了全球人工智能最前沿的技术。马斯克的诉讼是唯一一个可能从外部打破这个格局的力量。现在这个力量被消除了。人工智能的未来将继续由这几家公司和他们背后的投资人决定。政府监管目前远远落后于技术发展的速度。市场对判决的反应很直接。OpenAI 的最新一轮私募估值预计会进一步上调。之前有投资人因为诉讼风险而犹豫，现在最大的法律不确定性消除了，资金会更积极地涌入。对微软来说也是利好，微软持有 OpenAI 大量股权，如果这些股权因为诉讼被退回到非盈利机构，微软的损失将以100亿计，现在这个风险没有了。第四，对 Anthropic 也是好消息。Anthropic 的创始人 Dario Amodei 也是从 OpenAI 出走的。如果马斯克的偷了一个慈善机构的逻辑成立， Anthropic 可能面临类似的法律挑战。现在这个先例被否定了。之前那期分析里我说过，不管谁赢谁输，这场审判已经把人工智能行业最核心的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一项可能改变人类文明的技术，应该由谁来控制？陪审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只是说马斯克问得太晚了。但这个问题不会因为一场官司的结束而消失，它会一直存在，直到人工智能的力量大到不得不被正式回答的那一天。值得一提的是，加州总检察长 Rob Bonta 仍然在独立审查 OpenAI 的盈利性改制是否合法。这个审查跟马斯克的诉讼是分开的，不受今天判决的影响。如果总检察长认为改制损害了公众利益，他有权要求 OpenAI 做出修改。所以马斯克输了，但 OpenAI 的法律风险并没有完全消除。马斯克在判决后写了一段话，他说 Oakland 的法官给了所有人一张免费的掠夺慈善机构的许可证。这话说得很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陪审团用不到2个小时做出的一致裁决，说明事实可能没有他描述的那么复杂。有时候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最正确的，他起诉晚了。就这样，马斯克说这只是一个日历上的技术问题，但在法律的世界里，日历就是一切。你可以有世界上最好的律师、最有力的证据、最正义的理由，但如果你晚了，你就是晚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花了5000万美元请律师，打了3个星期的官司，结果输在了一个最基本的时间问题上。这本身可能就是关于这场诉讼最有力的判决。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